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中文词不是你想的意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学习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。我是小美。今天我们聊聊中文。是啊，中文很有趣，但有时候中文词语不太容易懂。对，有些词我们以为是那个意思，但其实不是。哈哈，你说得很对。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这个中文词不是你想的意思。这个主题很好，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都有这个问题。是呀，中文和英文很不一样。是的，一个词可能有很多个意思。有时候一个词在字典里有一个意思，但是在生活中，大家用的意思可能不一样。这会让学习中文的朋友不明白。对，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比如，我们学东西，东西一般是 thing 的意思。对，但是你是个东西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是的，意思完全变了。这很有趣，也很难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开始聊这个话题，我们会给大家一些例子，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词，学习中文不只是学字，还要学它们怎么用，对，还要学在什么地方说。这个很重要。一个词放在不同的句子，意思就可能不同，这是学习中文的一个难点。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。是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。那些不是你想的意思的中文词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我们会从简单的词开始说，然后慢慢给大家讲一些难的。希望大家能好好理解，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有帮助。我相信一定会的。很多学生都问过我们这个问题。他们说学了词还是不懂怎么用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的。今天我们先讲讲这件事，下一期我们会具体说一些词。没错，请听我们下一期节目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稍后回来，我们继续聊。好的，我们回来了。小美，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有趣的误解？有啊，我记得我的一个外国朋友，他有一次对他的老板说辛苦了。哦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以为是说你很累，他想关心老板。但这个词的意思是感谢你的努力工作。对，老板当时看起来有点吃惊，因为通常是下级对上级说，表示感谢上级的指导或帮助。是的，一个下属对老板说辛苦了，感觉有点奇怪。辛苦了是说你为这件事付出了努力，是感谢别人。但不能对老板说，也许是老板对员工说辛苦了。没错，那样更常见。老板感谢员工的付出。我的朋友后来明白了，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词语很简单，但是用在什么场合很重要。对，辛苦是努力工作，困难。撩表示完成，但是辛苦了作为一个词组有特别的用法，很有礼貌，但要看情况。大明，你有没有别的例子？比如哪里哪里怎么样？哦，哪里哪里，我的学生经常以为是问 where。哈哈，是的，在这个语境下，他根本不是问地方。如果有人说你中文很好，然后你回答哪里哪里，他的意思是没有，你过奖了，或者不敢当。这是一种很谦虚的接受夸奖的方式，在中国很常用。初学者常常会按字面意思理解，他们可能会真的找哪里。那个画面很有趣。是啊，所以哪里哪里不是一个关于地点的问题。它是一个客气的回答。中国文化很重视谦虚，所以当别人夸你时，谦虚一点很好。不只是说谢谢，哪里哪里更好。这表明你理解文化。这些小词语很重要，它们让你听起来更自然，而且它们可以避免误会。下次我们会分享更多这样的词，比如随便或者方便。对，那些也是很好的例子。但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更好地理解辛苦了和哪里哪里。
记住语境是关键，总是要考虑谁对谁说，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所以要练习正确使用它们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是啊，小美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学中文很有意思。怎么了？有一次，他想说我要去洗手间，但是他说错了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我要去方便一下。方便，这个词很特别。对，他以为方便就是方便。方便可以有很多意思，是的，比如方便可以指方便面，或者方便也可以指方便做。但在这里，他想表达上厕所。方便一下在口语里确实是上厕所的意思。对，但外国人第一次听到可能会很奇怪。他朋友知道这个意思吗？他朋友是中国人，当然知道。那他朋友怎么说？他朋友笑了，然后告诉他，这个词在不同地方有不同意思。很有趣的例子。对，他朋友说，你下次可以说洗手间在哪里，或者我想去卫生间。这很清楚。所以中文的词有时候真的要多听多看。是的，不能只看字面意思。我记得还有一个词也常常让人误会，是什么词？随便。哦，随便，这个词也很有意思。对，很多人以为随便就是 anything is fine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但有时候它给人的感觉不一样。怎么说？比如你问朋友你想吃什么，朋友说随便。对，如果他说随便，你可能会觉得他没有想法，有点不高兴或者不在乎。是的，特别是在中国文化里。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说随便。对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可以说你决定吧，或者我都可以。这听起来更礼貌，也更积极。很有道理。所以，即使是简单的词，也要注意它的语境。语境很重要。我还一个例子，关于好吃。好吃这个词不是很好理解吗？大部分时候是，但也有特别的用法。对，有时候中国人会说这个菜很好吃，但我不能吃。为什么不能吃？可能因为他们不能吃辣，哦，明白了。或者他们正在减肥。所以好吃是真的好吃，但是有其他原因不能吃。是的，他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吃。这我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对，这些都是学习中文的小细节。对，这些都是学习中文的小细节，还有很多这样的词。是啊，你还有什么特别的例子吗？有，我记得我有一个外国朋友。哦，什么事？他第一次来中国，学了一个词。什么词？哪里哪里。哈哈，这个词很有趣。对，他以为是问路。真的吗？是的，别人夸他中文好，他说哪里哪里。然后呢？别人以为他在问路，不知道去哪里。这个误会真的很大。对，他很困惑，别人也很困惑。后来他知道了吗？我告诉他了，哪里哪里不是问路，那是表达什么呢？它是表达谦虚。别人夸你，你说哪里哪里，意思是你过奖了。哦，我懂了，就像英语里的 "You're too kind"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如果别人说你真棒，我可以回答哪里哪里。非常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。但是初学者可能真的会误会。是啊，所以学习中文很有意思。因为它有很多这样的文化背景，对，不仅仅是字面的意思，要了解它背后的文化，这样才能用对。这个哪里哪里的例子真好，很多人都会犯这个错误。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听众，是的，下次别人夸你，你就说哪里哪里。学到了。还有一些词，表面意思和实际意思也有不同。比如说呢？比如随便。随便这个词很常用啊。是的，但是也要看语境。它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如果你问别人你想吃什么，别人说随便，那不是就是都可以吗？对，但是有时候
你给了一个选择，他可能还是说随便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可能不是真的随便，可能是想让你多给几个选择。哦，这是另一种情况。对，或者是礼貌地说随便，其实心里有想吃的。这需要猜心啊。有一点，所以中文很有趣。学习中文真的要多听多看。是的，要感受语境和文化。谢谢大明分享，不客气，小美，学到了吗？学到了很多。下次我们再聊聊别的。好的。小美，你知道方便这个词吗？知道啊，是方便吗？比如很方便。对，但是它还有别的意思。别的意思是什么？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好啊，我喜欢听故事。有一次，我的一个外国朋友，他中文不太好，他想去洗手间，哦，洗手间。他问一个中国人：“请问这里方便吗哈？他问什么？？”他以为是问这里是不是很方便的意思，我明白了。但中国人听了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奇怪？因为方便也可以是上厕所的意思。哎呀，那个人会怎么想？他们会想，这个人问我能不能去洗手间吗？太好笑了。是不是很不一样？对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中文真的很有意思。我觉得这个例子特别好。是啊，我们说方便面是方便的食物，对，但如果你问别人，你现在方便吗？那意思是你现在有空吗？对，或者你现在能做某件事吗？我知道，但如果是在找洗手间的时候，就不能说这里方便吗？对，你应该说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我记住了，这个是一个很容易错的地方。对，刚学中文的人容易犯错。我也要注意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词？有啊，我想想看。有一个词是睡觉。睡觉。对，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怎么了？我以为睡觉只是 sleep 的意思。没错啊，但是我朋友说你去睡觉吧，这很正常啊。他的意思是你太困了，去休息吧。是的，我却以为他让我去 go to bed 睡觉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就是感觉他说话有点急，像在赶我走。哦，我懂了。后来我才知道是关心我的意思。对，很多时候要看情况。真的，我学到了。小美学得很快。谢谢大明。不客气。大明，我今天真的学到很多。是吗？太好了。对，以前我常常觉得中文很难，很多同学都有这个感觉。但是今天你帮助我很多。我很高兴能帮你。我懂了，一个词有很多意思。对，要看句子，看语境。不能只看一个词的意思。是的，这就是学中文的乐趣。我很喜欢这种学习方法。小美很聪明，学得很快。谢谢大明，你的解释很清楚。不客气，只要你喜欢学，就会越来越好。我真的喜欢学中文。那很好，以后你可以用中文和更多人交流。我希望可以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今天我们学了哪些词呢？我们说了哪里哪里，随便，东西，还有厉害，我差点忘了。哈哈，是啊，这些词都很有意思。我知道了，不能只看字面意思。对，要多听、多看、多问。我会记住的。小美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在没有了，你都讲得很清楚。那就好，下次我们还可以聊别的。太好了，我很期待。下次你想聊什么呢？也许是一些常用的口语。好主意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下。谢谢你，大明。谢谢你，小美。今天的学习很开心。我也是，和大家一起学中文很有趣。是的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是啊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这么快就要说再见了？是的，但是我们下次还会再见面的。对，我很期待下次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非常感谢大明的分享，也谢谢小美的参与。
谢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，大家再见，下周再见。再见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，请点赞和订阅。下次再见。